玩打游戏时，有个女玩家玩得太菜，被队友喷得挂机了。不久之后，她重连上来，带着哭腔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刚刚烧水给儿子洗澡，把它放在水盆里，结果我忘了关火了。现在它熟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”我被女玩家的话吓了一跳，仔细看了看这辅助的游戏昵称，居然叫公主玩游戏，一听就很矫情。这时打野喊了起来：“大姐，你不要吓人行不行？”射手也说：“不想玩就算了，大半夜吓人就没意思，投了吧。”说完，他发起了投降投票，可是玩法师的队友没有开麦，一下子就点了拒绝。游戏还在继续，公主哭着说：“呜呜呜，是真的，我儿子他都煮熟了，怎么办好啊？”我忍不住质问他：“我从没听过有人把孩子煮着洗澡的，请问你是咋想的？”公主哭着解释道：“我本来煮好水了，开了一局游戏，水就凉了，你们又骂我，我着急，我就连盆带瓦一起放在了炉子上。可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顿住了，停顿了2-3秒之后，他才恶狠狠地吼道：“都怪你们骂我，都是你们的错，全都怪你们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很明显，大家都懵了，谁料得到他会怪罪在我们身上啊？打野好声好气地安慰他说：“大姐，你先别这样，你把孩子抱出来，然后打120啊，也许还能救。”公主却哭着：“没用了，我一抱他，他的皮就融下来了，没救了，他没救了，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。”射手在游戏对局里打字告诉法师：“快点投降，辅助家里出事了。”法师立刻打字回应：“垃圾辅助，逼是那么多，那就投。”说完，他点出了投降，我们也一一同意。虽然公主还是哭着责怪我们，但游戏总算顺利结束了，我也舒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我 QQ 弹出一个好友申请，备注是上一把游戏的打野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我还是点了通过。对方上来就跟我说：“完蛋，那女人不会真把孩子煮熟了吧？不会真来找我们报仇吧？”我忍不住反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 QQ 号的？”他一句一句地回答我说：“营地里一查就能看到了，因为刚刚那把游戏是附近对战的匹配模式，这说明那个辅助他也是附近的人啊。他说不放过我们，说不定真能找到我们的呀。”最后这句话吓得我手都抖了一下。冷静下来后，我连忙安慰他：“别说的那么恐怖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到人的呀？”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安慰他，同时也是安慰我自己。打野回答我说：“我也加了刚刚一起喷他的射手，他跟我一样是住在天通苑的。你呢？”卧槽，我也是啊！打出这句话，我马上又纠正道：“不对，这里住了60-70万人，咱匹配在一起很正常吗？”他又问道：“最诡异的是，我们都在4区，你呢？”我也是啊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后背已经渐渐凉起来了。打野继续连发了几条信息给我，果然如此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加上法师了，我问问他什么情况。如果我们仨住那么近只是巧合，那他不至于也住在这里吧？好，你去问问，我等你消息。然而因为事情诡异，我忍不住上社区论坛查了一下。这一查还真让我查到一个新闻，天通苑这里还真出过事，跟今晚那个辅助公主发生的一模一样，也是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，也是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把不到1岁的小孩放炉子上热水，也是打游戏忘记时间了，把孩子给煮熟，这居然是真事。但我一看报道的时间更不淡定了，这是7天前发生的事啊。而这时候打野又找我了，法师也住在天通苑，事情非常不对劲。我拉个群说，我的额头瞬间渗出了冷汗。群里一共4个人，除了那个女人之外，4个都齐了。我反手就把刚刚看到的新闻链接扔了进去，你们先看这个，是不是跟今晚发生的是一模一样？他们看到后瞬间也炸了。打野率先说道：“你们看到最后了没有？这个女人后来被她老公砍死了。”我立刻打字回应：“是啊。”他死后到今天刚刚好是7天，7日回魂啊！这是法师说：“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突然就惹到鬼了呀？”射手说：“不行，咱们就报警吧，别等真发生什么才行动，那就太晚了呀。”打野却又说：“如果真是鬼魂，报警有什么用？还是快想想其他办法吧。”我也觉得要做点什么，但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而就在这时，射手却私信我说：“打野有没有问你住所？你告诉他了吗？”我回答道：“问了，但他没问我住哪栋楼。”射手回了我一句：“因为他问了我，但是我没说，所以他不敢问你了。”我连忙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立刻回复：“打野有问题。”玩打游戏时遇到一个女辅助，为了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竟把不到1岁的小孩放炉子上，结果因为打游戏忘记时间，孩子被煮熟了。射手私信我说：“打野有问题，他找上我们，还像是预先知道我们住哪里一样。你信不信待会提出什么办法的也会是他？”他这句话才刚发出来，我就看到群里打野果然在出主意了。各位，我倒是有个好办法，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听看？跟射手猜的一模一样。射手假装配合的在群里回应道：“你说什么办法？如果那个公主真是鬼的话，
那他更能找到我们了。我们总不能等着他找上门来。我想，要不我们上门去找他吧，给他祭拜一下，让他放过我们。看到他这么离谱的提议，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？射手也给我发来私信说道，你看，他果然提出这种馊主意了是吧？我回复道，的确是，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呀？我们去群里聊，把他的真实意图给套出来，说不定那个什么公主跟他是同伙呢。我马上切回了群聊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之前脾气不好的法师居然赞成了打野的说法，去倒是没问题。那你知道那个煮死小孩的女人她住哪里吗？打野回答说，这不是有新闻吗？我可以找人打听打听。果然事情似乎要按着打野的想法去发展了。而此时射手开口插了一句话，你不用找人打听了，我知道他住哪个单元哪号房。此话一出，我连忙私信问射手，你真的知道那个公主住在哪里？射手没好气地回我待会发我的住址门牌号不就行了？我就看看打野会有什么反应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组织你们找过来啊。原来如此，群里打野在追问射手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射手继续编造事实解释道，因为我之前关注过这个新闻，而且我认识她老公。你们确定要去吗？要去的话我就发地址。本来我还以为这些话能唬到打野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没想到打野却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那还用说，赶紧发出来。射手倒是行云流水的把地址打了出来，然后还挑衅般说道，就是这里了，怎样？现在一起过去，在门口集中。我更懵了，按这个情节，我们是要到射手家里去聚一趟的感觉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不多话的法师却突然开口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们？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这句话更是把我弄迷惑了。而说出这句话的同时，法师居然发出了他跟射手的私聊截图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他俩聊天的内容几乎与我的聊天一样，也是怀疑打野，也是说要把自己的地址发到群聊里。最要命的是，法师还补上一句话，这就是煮死孩子那个女人的地址啊！我惊呆了。想不到这个射手一面私下挑起我们对打野的怀疑，一面做着引诱我们去那个女人家这种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为什么会知道那个女人的地址？在拆穿他之后，法师继续追问道，你还骗大家说是你自己的地址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受到质问之后，射手却仍然理直气壮地解释，我并没有什么企图，相信我，我是被逼无奈才这样骗你们的。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们能懂吗？我忍不住打字质问道，我不懂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不是你用什么方法把我们匹配到同一局游戏的？射手又解释说，我都说了自己是被逼无奈的了，还不懂吗？我是受到威胁了呀。至于我们是怎么排到同一局游戏的，我确实不知道原因，也不是我做的。但你们真的都跟那个女人毫无关系吗？射手艾特了法师，问道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发出来的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女人的地址呢？法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没错，我当然知道那个地址了，难道就不能是我之前看到新闻好奇打听的吗？就因为知道，所以才不可能大夜晚的跑那里去。那一刻我又有点懵了，这两人仿佛知道很多内情，但他们却不愿意坦白说出来，只是互相打哑谜。射手又补充反问了一句，如果你们都认为自己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随时都可以退出这个群。我终于忍不住连续发了好几句争辩道，这不还是被刚刚游戏中那个女人给吓到了吗？我也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。你们要是知道实情就直说呀，藏着掖着干嘛？今晚游戏里的女人到底是不是7天前煮熟自己孩子，然后被老公砍死的那个女人？没想到射手却异常冷静地回答了我一个字，是。我头皮都发麻了。然后他又继续对我跟打野发出灵魂质问，上单你要是不知道这个女人的事，你能在几分钟内搜出关于她的完整新闻报道？还有打野你要是没点问题，你会一开始就组织大家要去那个女人家里？看到第一句我正要辩解，可是看到第二句我却沉默了，因为可能群里的每个人都有问题。情人节当天，我被拉进一个匿名群进行情侣考验，游戏中失败的情侣将被当场嘎掉。很快群里发布了第2轮的游戏规则： 1. 女生进入男生宿舍寻找自己的男友； 2. 男生不能给出任何提示； 3. 女生找到男友后上前握手； 4. 握手5秒即代表女生确认选择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咔嗒一声，宿舍门开了，我和春姐走出了宿舍。走廊里，我们又碰到了几个不认识的女生，每个人都脸色惨白。对面宿舍楼的大门自己打开了，一股阴冷的气息迅速弥漫开来。走廊里30来间宿舍门齐刷刷打开了一道窄小的缝，所有男生都被蒙上面，还戴上了黑色手套。很显然，这是让我们通过伸出的手臂来找出人，我们根本无法通过皮肤颜色或触感来识别身份，能掌握的仅仅只是一些最基础的信息，比如手掌的大小。有个女生当场就哭了出来，怎么办啊？我男朋友就是特别普通的身材，没有什么关键特征了。警告，请在10分钟之内完成选择。春姐第一个走上前，
她的男朋友比较特殊，中指特别长，我曾经看到春姐给她织手套，所以也记住了这个特征。果然春姐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双手，牢牢抓住。听到成功的提示后，她的男友立刻摘下头套，两个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。而我拼命回想着男友的特征，他是左撇子，为了让我认出他一定会伸出左手。可是左撇子并不止他一个，在场的有3个伸出左手的人。正在我犹豫的时候，一个女生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其中一只手跟前，试探着伸出了自己的手。忽然那只手紧紧地把她握住，女生愣了愣，拼命推开那只手，但是那双手死死抓住她不放。5秒之后，女生瞪大了双眼，直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房间的男生倒地而亡，左撇子只剩下2个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惊叫起来，我也恍惚了一瞬，但很快想起来了，群里的规则说过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因为男生是被动选择的一方，所以按照规则，如果女生选择错误，他们并不会死，只有做出选择的女生以及她的男朋友算作挑战失败。所以刚刚女生和她的男朋友死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当门后面的男生发现女生不是自己女朋友的时候，可以故意拉人去死。如此一来，等于排除了错误选项，增加了己方的选中概率。看到这一幕，周围的人也都反应了过来。他是故意的，他阴了吧？有些人忍不住大叫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再玩这个破游戏了，我们大家能不能团结一点，这样互相残杀，最后谁都是受害者。可是生死关头，人人自危，嘎人之举更是激起了许多人心中的癫狂，有更多人开始效仿。果然很快我们听到了又一个女生惨叫，再接着是第3个、第4个，不断有人炮制这个策略，而我目不斜视地朝着一个人走去。在其他女生握手的时候，我注意到这个人是唯一一个没有使用肮脏手段，会在其他女生把手放上去时立刻甩开的左撇子。我相信我男友的为人，便把手搭上去。44号144号通过第2轮考验。下一秒门被猛地推开，男友一边发出劫后余生的感叹，一边紧紧抱住了我。然而考验还在继续。第2轮考验结束，现存情侣15对。第3轮游戏开始，双人任务，密室逃脱。晚上回宿舍时，突然被拉进了一个匿名群，紧接着群主开始发布公告：欢迎来到情侣考验游戏，诸位将与自己的恋人一起参加本次游戏。游戏共分为5轮，只有通过全部游戏关卡才能幸存。接着群主解除了禁言，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。喂，什么鬼？谁在搞恶作剧啊？谁信谁是傻子？我要退群。那个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群退不掉，连这个页面都关不了？老子不参与这种无聊游戏。群主，我现在直接提分手，就不用参加了吧？信息刚弹出，对面宿舍楼传来一阵惊呼，一个人猛然坠落。我所在的宿舍在1楼，对面就是男生宿舍。事情发生时，我正好看到了坠楼的全过程，我吓了一跳，不敢多看。而在看群里，已是一片哗然，再也没有谁敢轻易说分手之类的话。群主又开启了禁言。游戏正式开始，第1轮游戏，找到你。游戏规则：接下来每个女生都有1句在群里发言的机会，请通过这句发言找到自己的恋人，不许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、父母信息以及其他一切真实信息，不许使用表情。接下来我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头像都统一变成了纯黑底，上面都显示了白色的数字。我是44号，我正准备在群里发信息，春姐伸手拦住了我。小雨别急，我们先看看别人怎么发的。群里大概静默了1分钟，1号发消息了 XCT WSWDC， 缩写透露了真实姓名，违规。紧接着2号也发了消息，我们都喜欢校门口的那家奶茶店，但我喝无糖，你每次都全糖。透露了饮食偏好，违规。隔壁宿舍传来一声声尖叫，嘎掉的全是刚刚违规的同学。听到他们的倒地声，我们的心脏都颤抖了一下。果然连透露自己的口味都不行，只要透露真实的个人信息就不行。请在5分钟之内完成游戏。随着群主的催促，我屏住呼吸，手指按在了屏幕上。我拍了拍你，并且大喊一声周4号。发完我闭上眼睛，紧张又羞耻地等待着结果。3秒过去，我没有事。再睁开眼，我发现底下一个顶着144编号的头像道：系统，这是我女朋友。44号和114号成功组队。看到系统消息，我终于长叹了一口气。我和男友经常会互相拍一拍，比如男友周一拍我的时候说的是我拍了拍你，并大声说周一真烦人，所以我才想出了发这一句话。幸好成功了。一旁的春姐也很快发出了信息，不知用了什么方法也顺利通过了第1关，但还有很多人失败了。
有些是违规，有些是被错认了。转眼间，已经有10几对情侣失败了。我和春姐坐下来分析当前的情况，目前已知的事实是，只有情侣参加此次游戏，单身的人都不知所踪了。手机所有功能都被禁止，只能打开群，无法联络其他人，连报警电话都打不出去。更恐怖的是，宿舍门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上了，我们怎么也打不开，被彻底锁死在宿舍里了。就在我拿起一把椅子想砸向门的时候，手机突然传来丝丝的电流声，听筒里突然传来警告：第2轮考验还未开启，请勿外出。我立刻放下了手里的椅子，我毫不怀疑，如果不听从指令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死路一条。春姐说：不如我们想一下，接下来的关卡会有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既然是情侣考验，或许重点就是考验情侣之间的感情吧。第1关考验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默契，后面估计也差不多，可能还会考验彼此的信任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还挺有信心的。春姐说着，有些温柔地冲我笑了笑。如果是比情侣感情的话，春姐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她和她男友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认识了10余年，又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平时连架都不怎么吵，是我们眼中的神仙眷侣。这个时候，群里又弹出消息：第1轮游戏共淘汰15对情侣，恭喜剩下的35对情侣进入第2轮游戏，想见你。游戏规则如下：1. 女生进入男生宿舍寻找自己的男友； 2. 男生不能给出任何提示； 3. 女生找到男友后上前握手； 4. 握手5秒即代表女生确认选择，如若选择错误，则女生挑战失败。咔嗒一声，宿舍门开了，挤进晚八的地铁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。地铁规则：禁止出现噪音。警报响起后，地铁里陷入一片死寂，只剩几个刷视频的人仍然沉浸在最大音量的外放里，边看边笑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车厢内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光，车门轰然打开，那几个笑呵呵的乘客变得双目无神，整齐地放下手机，排队跳下了车。车门在关上时，玻璃上已经染满了血色。面对这骇人的场面，我狠狠拍了拍脸，发现并不是梦。环视四周，满是和我一样慌张的乘客。这时警告声再度响起，检测到环境无噪音，规则正式启动。1. 地铁行驶中，每10分钟抵达一个站点，请乘客们留意车间广播。2. 每抵达一个站点，地铁开门，请勿在车厢内持续逗留。3. 本路线除起点和终点外，共有6个站点，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规则，请务必遵守。4. 完成站点规则后，乘客方可安全回归车厢，前往下一站，严禁提前回归，否则后果自负。5. 驶过6站之后，地铁抵达终点，唯有终点代表安全生还。注意，前方到站恶鬼桥。广播结束后，地铁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束泛绿的幽光照进车厢。虽然仍处在蒙圈的状态，但我还是赶紧跟着人群冲下了车。下车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的石板桥，桥下有一潭死水，无数煞白的手臂漂浮在水面，密密麻麻，不停挣扎。桥上则端坐着一位身着黑色旗袍的女荷官，她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，指了指桌案，那里有一颗红枣模样的骰子。欢迎大家来到恶鬼桥，骰子有大小，猜中者生，猜错者或是不想猜的人，就请留在这里陪着我了。他的语气相当温柔，却让人无比窒息。只见他手指一勾，点中了一个人群前列的衬衫男，随后将骰子轻轻一盖，简单的摇晃了几下。他眼神死死盯着衬衫男的脸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衬衫男顿时屏住了呼吸，犹豫再三，才支支吾吾说出答案：小。盖子揭开，骰子上的点数是5。恭喜你，留下来陪我吧。衬衫男的双眼顿时失去了神采，和之前跳下地铁的乘客如出一辙，仿佛提线木偶一样向池边走去，皮肉瞬间被腐蚀得干干净净。一阵惨叫声扎进众人的耳朵，眨眼的功夫，水面上又多了条漂浮的手臂。荷官却如同没看到这惨烈的一幕，反而笑得更加开心。下一位，骰子摇晃，是大还是小？大吧。答案揭晓，骰子正上方的点数是3，池水上方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。光是皮肉腐蚀的画面，就看得我心惊肉跳，不敢直视。而桥上的荷官仍在不停点人，摇晃着骰子，宣判着众人的生死。因为下车时跑得比较慢，所以我处在人群偏后方的位置。前面一共有32人参与，仅有11人猜中了大小。当然凡事总有例外，一位大妈不顾规则的要求，选择死活不开口。结果1分钟后，大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口一口地慢慢咬死了自己。随着荷官缓缓一指，排在我前面一位的校服少女颤颤巍巍走上了桥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少女额间全是冷汗，咬紧牙关说出了自己想了很久的答案：小。开盖之后，
他看到了点数6，他绝望地向我伸手求救，却又自顾自地一头扎进了水里，惨叫声穿过我的耳膜，因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头子轻轻摇晃，荷官微微一笑，是大还是小？我看着他瘆人的眼神，从小抽卡就没出过好东西的我，实在不敢把生命寄托到运气上。荷官见我愣神，又开口问了我一次，是大还是小？从他温柔的眼神里，我猛然读出了一条最重要的信息。那一瞬间，每个人猜大小的场面都从我的脑海中掠过。原来规则就藏在他的话语之中，因为荷官会根据摇出的结果问出不同的问题。如果结果为大，他的问题是你选大还是选小；如果结果为小，他则会换一个问法，是大还是小。所有人都处于惊惧之中，竟没发现他这2套不停切换的固定话术。想清一切关节之后，我坚定地开口小。结果停留在2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从死亡的气息里走了出来。我刚想转头把判断方法告诉剩下的乘客，却瞥见荷官对我微妙一笑，他伸出食指停在嘴唇上方，比出了晋升的手势。第1站结束，只有不到20人活着回到了车厢里。地铁重新启动，听着车轮不断摩擦铁轨的声音，我不禁想，第1站就死了这么多人，后面的5站该怎么过？正当我心绪不宁的时候，旁边的女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你好，我叫青青。你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接下来的站点，我想找你合作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恶鬼桥，你其实已经看穿了真正的玩法，对吧？我不禁皱紧眉头。你怎么知道？青青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学着荷官的样子，把食指放到嘴唇上。因为我看见他也对你比了这个手势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没错，我发现了规律，那就是在大小不同时，他各有一套询问的话术。居然和我的解法并不一致。我找到的规律是它的摇动，如果顺时针则为大，逆时针就是小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陷入沉思，原来生路不止一条。随后我看了看青青闪烁的眼眸，忍不住继续问，你还有别的发现吗？他沉吟片刻说，有，但你可能接受不了。什么？其实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青青的话让我陷入震惊之中，直到他引导我目光移向座位的下方，这才发现车厢的内壁上竟藏着密密麻麻的划痕和烧痕。看到了吗？这辆地铁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早已经千疮百孔了。我怀疑我们乘坐了同一辆出事的地铁。与此同时，广播声突然响起，注意前方到站地狱山。车门打开，一股炽热的暖流立马涌进车厢。下车之后，对面是一座极高的火山，岩浆喷发，不断往山下流淌，在山脚下聚成滚烫的一滩，只是靠近就感觉快要被蒸发融化。而岩浆的边上站着一个身着判官服饰的男人，他拿着一个个黑色的石碑，诉说着地狱山的规则。欢迎来到地狱山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这里的规则很简单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如果不喝的话，就留下骨灰，给地狱山当燃料吧。经历了第1站之后，每个人都尽量往后缩，生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判官有些不满，他故意点出了躲在人群最后面的少年。少年无奈地走到了前方，他端着直冒白烟的岩浆，双手瑟瑟发抖。我站在远处，忍不住嘀咕：这玩意儿怎么下得去嘴？不过少年的勇气还是超乎我的想象，没犹豫多久，他就一口闷了下去。判官满意的鼓了鼓掌，本以为这便算安全通关，然而少年的身体却突然僵在了原地。只见他腹间闪起猛烈的红光，整个人瞬间燃烧起来。我和青青面面相觑，判官的嘴角微微勾起，平静的语气下却隐藏着索命的凶狠。下一位。看着判官来回巡视的眼睛，乘客们大多陷入了惊慌，往前站也不是，往后躲也不是。判官饶有兴致地挪动手指，最终指到了一个少女身上。他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岩浆，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少女没有理会他地上的石碑，反而从他另一只手里夺过了空杯子，亲自走到沸腾的潭水边，盛了满满一杯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一饮而尽。看着浑身冒烟的他，我皱紧了眉头。这是什么狠人？本以为不出3秒时间，他就会和那位短发少年一样爆体而亡，可足足过了很久，待到白烟消散，他都没有发生任何异响，反倒是一直表情玩味的判官陷入了一霎的错愕，最终无奈地鼓起了掌。精彩，精彩！直到这时，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，少女过关了。原来这就是地狱山的奥秘，既不能不喝岩浆，也不能喝判官递过来的，而是要自己亲手去盛上一杯。我看向旁边的青青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青青显然也在思考其中关节。你还记得地狱山规则的第1句话吗？我回忆了一下判官的说辞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不，前面那句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直面恐惧？没错，炽热的岩浆就是我们恐惧的来源，只有主动去喝下它，才算是直面恐惧，而从判官手里接过来的，只能算被动的妥协。
我终于恍然大悟，有了少女的示范，后面的人通关就容易了许多。除了一个人因为只装了半杯被判官推进了岩浆里，其他人全都顺利生还。这次我特意数了数，地铁内还剩下16人，经历了2站的惊心动魄，不少人都身心俱疲，一回来就靠着玻璃缓解压力，只有青青依然活跃。她找到了刚刚那个通关的女孩，3下5除2，顺利将她拉入了我们的团队。这时我也终于知道了少女的名字，小美。注意前方到站蛟龙台。车门打开，一股刺鼻的腥味扑面而来，一条巨蟒般的庞然大物，头顶长着修长的鹿角，身躯足有40-50米长，紧闭双眼蜿蜒在地，既像蛇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龙，而她的身旁站着一个绿裙的女人。欢迎来到第3站蛟龙台。如你们所见，我养了一条蛟龙，它平日里最喜欢的零嘴就是活人。你们需要在蛟龙台带上一炷香的功夫，此间它会在这里自由活动，以你们为目标。一炷香之后，没有被它吃下肚子的幸存者就可以离开此站。说罢，女人拿出一尊金色香炉，流出淡淡白烟。蛟龙双目一睁，露出2只火热的瞳子。还没等我们仔细琢磨女人讲述的规则，蛟龙便已经开始了行动。它虽身长40-50米，看起来相当笨重，却有着快如闪电的速度，吓得所有人都抱头逃窜。一位腿脚不利索的大叔，因为跑得太慢，第一个被蛟龙衔进了嘴里。看着这个场景，所有人跑得更加卖力。可蛟龙台的面积并不算大，而且没有任何遮掩身形的物体，空空旷旷，压根没给多少逃跑的余地。蛟龙的身影四处腾挪，每每只需要一口就能吃下一整个人。该怎么办？破解方法是什么？我一边拼死逃命，一边在心里不断回顾女人的话，但不停的跑动让我有些大脑缺氧，完全没法静下心来思考。而场上蛟龙的移动却是极快，转眼间又将一人吞进腹中，3两下消化个完完全全，打了个兴奋的饱嗝。一炷香才燃了1/3，16个乘客已经只剩下8个，一直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眼看抠破脑袋，我忍不住瞥了瞥同样亡命奔跑的2位同伴青青和小美，可仔细看去才发现，蛟龙最新瞄准的目标就是青青。眼看蛟龙的位置越来越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青青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原地不跑了。不仅不跑了，连任何动作都不再有，如同一根木头，看得我一脸疑惑。可接下来的景象让全场人都呆住了。青青一动不动之后，蛟龙也随之停下了移动，好像丢失了目标一样，左顾右盼，重新寻找起了目标。青青活下来了，原来如此。这一战的谜底竟然如此简单，只需要当做木头人的游戏就能安然通过。有了青青的例子，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，立马有样学样，停下了所有动作。本来残暴无比的蛟龙瞬间失去了所有目标，左右四顾，脑袋上仿佛挂上了一个问号。剩下的时间里，他只能一直在蛟龙台的边缘打转，待到一炷香彻底烧完，他的眼睛也准时的闭上。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，坐回地铁座椅上，我忍不住看向青青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这一战实在是太险了。其实破解之法不在绿裙女人讲述的规则里，而是在蛟龙身上。在传说里，蛟龙乃蛇所化，而蛇类动物都有一种特性，那就是极强的动态捕捉能力和极弱的静态实力。越是移动迅速的猎物，它越是能敏锐地感知，反而保持不动的东西，在它眼里和死物没什么区别。听完他的分析，我忍不住啧啧称叹。话音刚落，地铁的广播再度响起：“注意前方到站人间巷。”第4站来了。